仔细看，一旁的小丽正在唱歌，而旁边的男人正在往她的杯中倒入不明液体。小丽却丝毫没有发觉，因为她此时的注意力都在富二代一人身上。难道她喜欢富二代？不，小丽并不认识富二代，她是被她的同学临时拉来给富二代过生日的。小丽原本想拒绝，却被同学下跪相威胁，无奈下只好同意。小丽为富二代唱完生日歌后，3个男人便哄骗小丽把酒喝下。小丽喝完便感到一阵眩晕，她以为是自己喝醉了，想要回家。男人们站起身，小丽以为他们要好心送她回家，可谁知3人像换了一副面孔，不再对她彬彬有礼，反而开始对她动手动脚。小丽突然发觉不对劲儿，使劲地推开男人，想要逃走。可手无缚鸡之力的小丽怎么会是3个强壮男人的对手？她被一步步地逼到了卧室。此时的小丽在他们眼中就是待宰的羔羊。3人轮流欺负完小丽，直到天黑才心满意足地放她离开。出门时，男人随便从兜里掏出几张钞票，塞到小丽包里，说当做补偿费，让她买点好吃的补补身体。小丽下楼后就把那笔脏钱给扔了。几张钞票怎么能和一个女孩的清白相提并论呢？就因为3个男人心中的歹念，花季少女的第一次就这样没了。小丽回到家后就瘫坐在门口哭泣，爷爷赶忙上前询问发生了什么，可小丽却一个劲儿的哭，什么也不肯说。爷爷看见小丽衣衫不整，又瞅见她腿上的淤青，瞬间明白了。爷爷问是谁干的，小丽这才说出实情。爷爷听完后超级气愤，随手拎着一把斧子出门，准备手刃3个人渣。正巧被邻居警察大兵看见，发现平时一向和蔼可亲的爷爷有些不对劲儿，便询问发生了什么。爷爷哭着将孙女的遭遇告诉了大兵。身为警察的大兵劝爷爷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应该通过合法手段维权。爷爷听从大兵的建议，选择了报警。大兵回到警局，叫上了其他几名同事，当晚就去抓那3个混蛋。大兵脱掉上衣，拿上武器，一下把门锁砸开。果然是战斗民族，人狠话不多，3下5除2就将这3个小混混制服。经过一番审讯，3个人都承认了自己的罪行。本以为可以顺利的将3人绳之以法，结果半路杀出个程咬金。其中一名男孩的爸爸是警察局长，听到儿子出事了，便赶忙过来。局长见到儿子，先是给了一巴掌，漂亮，表面功夫还是要做到位的。然后把大兵拉到一边说，他已经教训过儿子了，潜台词是事情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大兵当然不同意，他据理力争，明明人证物证齐全，还发现了带有血迹的床单，怎么可能无罪释放呢？可终究胳膊还是拗不过大腿。局长以怀疑大兵暴力审讯为由，要求重新调查此案，以证据不足为由，3人被拘留了1晚，便无罪释放了。但这样的结局是大兵万万没有想到的。小丽被3个男人侵犯了，一直没有从阴影中走出来，状态越来越不好，面容憔悴，整日待在浴室以泪洗面。爷爷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。很小的时候，小丽便被父母抛弃，扔给爷爷抚养。10几年的感情，小丽早已是爷爷心中最重要的人。如今她的宝贝孙女遭受如此侮辱，她怎么能咽得下这口气？于是爷爷陪小丽来到检察院，想通过司法手段解决此事。可检察官不但没有半分的同情，反而在肆无忌惮地嘲笑小丽，逼他回忆当时的细节，还恶意揣测小丽的动机，觉得她是贪图富二代的钱财，或是看中了其中一个男生，想通过这种方式上位，言语间全是轻浮和蔑视。这是一个检察官该说的话吗？小丽一回到家就关起房门，伤心大哭。爷爷气得破口大骂这帮无良的官员。可看到可怜的孙女被人侵犯后，犯人不但没有接受惩罚，反而逍遥法外。这件事绝不能就这样算了，他要替小丽讨回公道。既然检察官不秉公执法，那就去找他的上司。爷爷不相信偌大的国家就没有一个官员能站出来替他的孙女说话。爷爷曾是一位战功赫赫的老兵，他穿上那件挂满勋章的上衣，直接找到检察院的领导，希望领导能看在他为国家曾做出重大贡献的份上，客观公正地处理孙女被侵犯一案。但在领导眼里看来，那些勋章只不过是衣服上的装饰品罢了，毫无用处。领导大概浏览了下卷宗，也不去调查事实，便说本案证据不足，并且还有逼供嫌疑，按照法律罪名不成立。爷爷最后的一点希望也破灭了。爷爷气愤地走出办公室，大骂到国家交到你们这群败类手上，恐怕是没什么希望了。爷爷看透了当局者丑陋的嘴脸，这就是一个欺软怕硬的社会。他不再委曲求全地恳求别人，选择了以暴制暴的方式来惩罚这3个做错事的年轻人。爷爷将自己乡下的小屋抵押给了银行，带了5000美刀，找到私卖军火的商贩，买下一把带消音器的狙击枪。碰巧小丽的姨妈出门旅游，拜托爷爷照看房子，而那里正是伏击的绝佳位置。
安排好一切，爷爷回到家，小丽告诉他，刚才局长来过，还留下了一大笔钱，想私了此事。这样侮辱人的行为简直气炸了爷爷。爷爷直接把钱摔在局长脸上。爷爷用行动告诉了局长，这世上并不是所有事都可以用钱来摆平的。请注意看，爷爷身上挂满勋章，每一个勋章都代表着他为国家立下的一件奇功。在国家最需要他的时候，他挺身而出，没有丝毫犹豫，将自己的大半生都奉献给了国家。而在他的孙女遭3个男人侵犯后，需要国家主持公道，却没有一个官员肯为他发声。被逼无奈的爷爷只能选择用自己的方式向欺负小丽的3个人渣复仇。爷爷已经想好了复仇计划，每周3这3个人都会聚在一起寻欢作乐，所以爷爷选择在周3动手。爷爷照常来到棋牌摊前，他每天都会看别人下棋，趁大家不备，他悄悄溜进了小丽姨妈家。爷爷架好狙击枪，他本可以一枪解决一个，但爷爷选择让他们痛苦的活着。就是此刻，小丽的男同学双腿夹着香槟，正要打开香槟，他瞄准男同学胯下的香槟，一枪击中要害，不但伪装成香槟爆炸，还瞬间废了男同学的下半身。不得不佩服，姜还是老的辣呀。爷爷捡起弹壳，藏好枪，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，走回棋局前，好像从未离开。认真下棋的人们也没有察觉到爷爷的中途离开，完美的制造了不在场证明。又是一个星期3，爷爷在小丽姨妈家埋伏好，刚好富二代从楼上下来，坐进了他刚买的新车里。好机会，爷爷瞅准汽车的油箱，只听砰的一声，汽车瞬间着火。富二代九死一生，从冒着熊熊烈火的车里逃出来，但大火却烧毁了他的下半身。2个人渣相继惨遭不测。大兵觉得此事另有蹊跷，他来到小丽家，正巧爷爷不在，顺势在屋子里搜寻了一番，可没有发现枪支。这时小丽聊起姨妈外出旅游的事，大兵瞬间明白了，他趁小丽不注意偷走了挂在门口的钥匙。此时局长也意识到2起案件并非巧合，局长提醒儿子，他的2个兄弟一前一后都遇害了，而所有线索都指向同一件事，小丽被侵犯，轮也该轮到你了，要儿子自己小心。儿子想起2兄弟遇害时的场面，不禁吓得惊慌失措，拉起窗帘，再也不敢靠近窗户半步。而局长则带人去小丽家搜查证据，翻了个底朝天，但什么也没有找到。就在这时，有人敲门，姨妈旅游回来了，来拿自己家的钥匙。局长一下子明白了什么，带着爷爷一起来到姨妈家，发现姨妈家正好是伏击的好地点，只要找到证据就能将爷爷抓起来。此时的爷爷面露慌色，因为手下正在搜查柜子，而他就把枪藏在了那里。爷爷紧张地抓着帽檐，但幸好搜出来的不是枪，而是一卷塑料纸。局长威胁爷爷说，要是敢动他儿子，一定叫他好看。爷爷却说，一切都晚了。局长慌忙地跑回家，此时的儿子早已被吓破胆，成了惊弓之鸟，反锁房门，谁都不让进。局长没办法，正想用手枪把门打开，突然一声枪响，儿子以为是爷爷来找他报仇，便朝门外开枪，不幸却打中了爸爸的腹部。手下赶忙跑进屋内查看，儿子抱着枪正蜷缩在墙角，已经精神失常了。下楼后，爷爷疑惑地想着自己的枪怎么会不翼而飞了。这时大兵叫住他，原来他早已看穿爷爷的计谋，提前将枪藏好。身为警察的他没收了爷爷的枪，但作为一位有良知的人，大兵没有揭发爷爷，而是告诉他一切都尘埃落定了，坏人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某天早晨，爷爷突然听到小丽的屋子里传来优美的歌声，站在门口的爷爷百感交集，他知道小丽正在慢慢忘记此事，准备开始新的生活。培根说，复仇是对法律的取而代之，在一个无法无天的世界里，复仇便成了唯一的法。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，但却有一个温暖的结局。但我们不希望这种事发生在任何一个人身上，我们希望社会公正，坏人受到法律应有的惩罚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是独立鱼，记得点赞关注，陪你看电影。